身受重伤的女子从火海中爬出，她的大腿有枪伤，赶忙取下衣物，再用力撕开，绑在大腿根部止血。随后，她一瘸一拐地走在丛林中。不多时，有路人开车从这里经过，女人将其拦下，寻求帮助。丝毫没注意到男人眼中闪过一丝银血，就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处居民屋内，左手被锁铐锁在床上，桌上有被取出的弹壳，他的贴身衣物也被人换过，旁边还坐着手持猎枪的男人。此等阵仗，男人的龌龊之心呼之欲出，要将女人囚禁成自己的痉挛。彼时的男人还不知道，他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怎样的代价。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，可是全球最顶尖的王牌女特工。男人不讲武德，猛按女人大腿的伤口，吃动之下，局势反转。男人占据上风，一记右勾拳打出暴击，女人应声倒地，脑子嗡嗡作响，无助地扔着东西。男人兽性大发，愈发兴奋。他打算先将女人驯服，再行苟且之事。女人拼命挣扎，但男子的手仿佛钳子一般坚硬，完全挣脱不开。危急关头，女人用刚才捡的动物头角割伤他的手腕，然后对着他的腹部一顿猛踹。男人忍着剧痛，掐着他的脖子将他甩开，然后发出野兽般的低吼，竟硬生生将刺穿手臂的动物头骨拔了出来。女人拿着红酒开瓶器，试图打开锁住的门逃跑，男人发出野兽般的怒吼冲过去，女人回头将开瓶器猛地刺入他的腹部，将其推倒。然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动了杀心。女人抬脚踩着他腹部的伤口，然后猛地用力，男人体内的鲜血仿佛打开的水龙头往外喷洒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然而女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脖子处就有个微型植入物就闪着红灯。女人所有的记忆即将被组织消除，她赶紧找到一支笔，在胳膊上写下快去瓦伦西亚暗杀，写完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影坛教父解说堡垒的第2期。开头的这一段是衔接第1期视频的结尾，时间回到8年后，聚焦在失忆的顶级特工梅森的身上。为保护妻女的安全，他决定和特工伯纳德前往纽约，夺回被抢走堡垒 X 箱子，阻止曼提科尔组织得到核弹发射密码。伯纳德黑借了曼提科尔技术实验室的服务器，将梅森的生物识别信息注入其中，以他得以大摇大摆走进这栋大楼。在伯纳德的指挥下，他顺利进入存放堡垒 X 箱子的实验室。Behind you. You're gonna want to get his gun. See? Just like riding a bike. It's all coming back to you. 虽然梅森失忆了，但各种格斗技巧早已深入他的骨髓，只需靠着本能反应和条件反射来战斗，便可轻松解决这些手位。一名曼提克尔的特工在看清梅森的脸后眉头紧皱，仿佛见了鬼一般，一边追击一边拨通负责人戴利亚的电话，说梅森还活着。 wasn't the CIA. What do you mean? It was Mason Kane. Mason Kane is dead. I saw him. He's alive. 戴利亚神色复杂，愣了许久后，向希尔杰两兄弟下令，务必将被盗的堡垒 X 箱子和凯蒂带回。完成任务的梅森脑子还处于懵逼状态。 How did I do that? Because you are Mason Kane. See that buckle? Put your wrist over it. Mason Kane. Tier 1 operator identified. Open it. 这个箱子不仅有各国海量的秘密情报，还有定位堡垒幸存特工位置的技术，是他们扳倒曼提科尔的倚仗。然而他们不知道是，箱子早已被希尔杰两兄弟装了追踪器。堡垒特工以守护世界和平为己任，他们必须阻止曼蒂克尔这个恐怖组织。要想完成这件大事，伯纳德首先得先帮梅森恢复曾经的记忆。所有的堡垒特工都在大脑颞叶中植入了 Holden 芯片。8年前，堡垒内部出现叛徒，遭到曼提克尔的全面袭击。因为不确定叛徒是谁，伯纳德便对所有特工起果断结束，清除他们的记忆。开头的那个女人便是如此，芯片会将记忆上传到堡垒的服务器中，制作成小药瓶，梅森的记忆也在其中。只要把小药瓶对着脖子注射进入，就能恢复所有的记忆。这一切对于失忆的梅森而言，信息量太大。Don't you trust me? Absolutely not.
伯纳德生死未知，梅森拿着箱子边打边退，跑至对向车道，躲在石墩后面。希尔杰两兄弟逐步靠近，梅森注意到有路人弃车而逃，赶紧快步冲进驾驶室，低着头，抱着枪林弹雨四处包围。箱子里有追踪器，希尔杰两兄弟没有急着去追，伯纳德还有微弱的呼吸，没有死透。梅森来到一处郊外，沉思片刻后，决定相信伯纳德注射药剂。可打开一看，整个人傻眼了。Fuck! 无法找回记忆，还被人追杀，有家也不能回，简直糟糕透顶。突然，旁边的箱子响起一道声音，上面自动定位了一名生还的女特工，在瓦伦西亚，是她失忆之前的搭档，同为1级特工的纳迪亚。在前往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途中，梅森拨通妻子的电话报平安。随后，他根据定位的信息，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当服务员的纳迪亚，也就是开头的那个女人。此时，纳迪亚同样处于失忆状态，不相信梅森的特工说辞，把他当成有臆想症的疯子。8 years ago, Italy. 纳迪亚将他单独带到后厨，以为梅森是调查开头那名男人死因的警察，不停地解释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I'm not the police. Who the fuck are you? Mason Kane. Top spy. Hot stuff. 纳迪亚仿佛看傻子一样，上下打量着梅森，然后本能的后退几步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梅森突然想到之前伯纳德测试自己的事。Catch. Did you just throw a knife at me?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catch it. See, Bernard did it to me, and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catch it, and then I was going to be like, then how come you can do that? Hey, you better back up. I'm sorry, that you is better my back bad. Up. I am backing up. That's not backing up. I'm backed up. Back up! Nadia Singh. Tier 1 operator identified. 注意看纳迪亚反手握刀的细节，这些搏斗格杀技巧早已深入他的肌肉记忆。梅森慢慢往前靠近，用箱子对准他。在屏幕上关于自己的身份信息，纳迪亚这才相信了梅森的话。此时，希尔杰兄弟中的安德斯已经找到了这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now! Andale, andale! 梅森将自己知道的事全部告诉纳迪亚，让他注射小瓶恢复记忆。这时，一名枪手出现，大喊着让梅森放下箱子。Put it down. Put it down. Put it down! 纳迪亚从背后偷袭，保补敲伤害高，我右挑高伤害。好家伙，联盟5A 级连招果真名不虚传。为着暴露的两人决定先逃出去，梅森被躲在暗处的安德斯一拳打倒，纳迪亚也被一把甩飞。安德斯接到的命令是活捉梅森，不过在带回去之前，他和梅森以前有点仇，打算先折磨他一番。stay down. Hey, look at me. Remember my brother? He says hello. Ah! 安德斯一脸的难以置信，没想到年内大名鼎鼎的纳迪亚竟然会背后偷袭。 In the fucking back, Nadja? Really? 他将枪塞进裤兜，决定好好教训一下纳迪亚，来场1v1对决。失忆的纳迪亚不懂如何反击，一直被动挨打，这被安德斯视为轻蔑的挑衅。 What's wrong with you? Huh? Why aren't you fighting back? Been too long, huh? Forgot how to fight? Huh? 梅森捡起旁边的箱子，快步来到安德斯身后偷袭。安德斯只觉得这个世界颠颠的，堡垒组织是全球谍报机构的神话，总共只有梅森和纳迪亚这2名1级特工，如此为名的大人物，竟接连搞背后偷袭的下作手段。纳迪亚看着地上的针管药剂，趁着梅森挨打的间隙注射进体内，一瞬间，他所有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。 安德斯察觉到他的眼神和刚才截然不同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总归能好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梅森见他恢复记忆，想知道自己的过去。纳迪亚眼神复杂，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。 Mason can never find out. 从闪回的画面能看得出，两人曾经私下有一腿，但纳迪亚明显有着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梅森。难道他就是伯纳德口中的叛徒吗？两人之间究竟又有着怎样的爱恨交织呢？
堡垒第2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剧最大的亮点是2位主演理查德·麦登与普亚卡·乔普拉的组合，被不少观众评价为近10年来颜值最高的英美剧。梅森在失忆后的茫然与本能反应之间的切换，纳迪亚从餐厅服务员到顶级特工的瞬间蜕变，2位演员的演技毋庸置疑，剧集的视觉呈现也无可挑剔。从梅森闯入实验室到纳迪亚的记忆复苏瞬间，每一帧都透着电影级的质感。单集5000万美元的成本，在全球取景、服装和特效上的投入堪称奢华。但末尾纳迪亚对梅森的隐瞒本应是最关键的悬念之一，引人遐想，但前期人物情感铺垫明显不足。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，梅森和纳迪亚之间的爱恨故事目前还未交代，仅凭几秒的画面闪回，再加上一句绝不能让梅森知道，就显得很生硬突兀，观众连思考和脑补纳迪亚动机的方向都没有。再昂贵的制作也难以挽救叙事上的乏力，再华丽的包装也无法掩盖故事内核的空洞，让剧集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灵魂的间谍片桥段拼盘。不过作为一部用来放松的爆米花剧集，它无疑还是合格的。但若要以顶级谍战剧的标准来衡量，还需在剧本的精细化打磨上下苦功夫，毕竟再华丽的刀锋也需要一个足够结实的手柄来握持。